大家好，我是王树森。前面的课程中讲过，在影响用户体验的几个因素中，相关性最重要。它的重要性高于内容质量、时效性、个性化。这节课后面几节课内容都是相关性，我会跟大家讲工业界最先进的方法。这节课先从相关性的定义和分档讲起，都是一些概念性的内容，没有具体的模型和算法。工业界做搜索相关性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流程，首先是制定相关性的标注规则，然后人工标注数据，再做监督学习训练模型，最终把模型部署在线上做推理。这节课内容是前两部分。数据标注看起来简单而且无聊，没有模型和算法有意思，但其实数据的重要性要高于模型和算法。算法团队忙1年的时间，对指标的提升恐怕还不如多标100-200万条高质量的数据。标注数据其实不贵，标注一条合格的样本只需要5毛钱，标注100万条样本也就是50万，还不够一个算法工程师的年薪。好好优化数据标注，投入产出比非常高。在工业界，通常由搜索产品和搜索算法团队一起来定义相关性的标注规则。制定规则的时候，人为将 QD 的相关性划分成4个或者5个档位。究竟是4个还是5个档位，每家公司都不一样。为了讲课方便，后面我就用4个档位。制定相关性分档规则听起来就是写文档的工作，但这其实非常重要，需要被高度重视。在这个环节偷一点懒，都会给后面埋下巨大的隐患。如果标注规则有很多漏洞，迟早有一天会把标注规则推倒重来，那么之前积累的数据都得丢弃，得重新再标数据，时间和金钱的成本都很大。据我所知，有的大厂都推倒重来不止一次了，多的时候大几百万条人工标注的数据就直接扔掉。模型训练废了无所谓，再训一下就是几天最多几周的时间，但数据要是重新标，少说也得花几个月的时间。相关性的分档规则明确之后，就可以开始标注，由产品和算法团队监督指导标注团队的工作，验收标注的结果。期间肯定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按照已有的分档规则无法界定，那么产品和算法团队就需要添加新的标注规则。标注会长年累月持续进行，每个月都可以积累几万到几十万条样本。标注数据的目的是训练相关性模型，搜索引擎靠这些相关性模型在线上判断查询词和文档的相关性，从而对文档做排序。可以这么说，只要标注质量合格，那么标注的数据越多，训练出的模型效果就越好，好的非常明显。相关性档位划分大致是这样的，标注员首先判断 Q 和 D 是否相关，分成2个大的档位，一个是相关，另一个是不相关。对于每个大的档位，再细分成2个小的档位，这样就得到一共4个档位，高、中、低、无。相关性档位的划分大致就是这样，下面我做更详细的解释。标注员首先要判断查询词和文档是否相关，分成相关和不相关2个大的档位。相关性是这样定义的，相关性是指文档 D 能否满足查询词 Q 的需求，或者回答 Q 提出的问题。相关性不是字面匹配，而是需求匹配。哪怕文档 D 中不包含 Q 中的任何字和词， Q 与 D 也可以被判定为相关。举个例子，查询词是谁掌握芯片制造的尖端技术？有一篇文档是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都是由荷兰 ASML 公司制造。这篇文档回答了查询词提出的问题，所以算相关。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 Q 和 D 字面上不匹配也没有关系，只要需求匹配就算相关。反过来，即便 D 中包含完整的 Q， 两者也可能不相关。举个例子，用户搜索巴伦西亚旅游，这篇文档说我去巴伦西亚旅游，吃到了最好最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回来研究了一番，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西班牙海鲜饭的做法。这个例子中，文档 D 包含巴伦西亚旅游，所以 Q 和 D 算是字面匹配，但两者不算需求匹配，所以不相关。用户搜巴伦西亚旅游，想找攻略或者游记，而不是想看一道美食的做法。再说一遍，相关性指的是需求匹配，而不是字面匹配。虽然字面匹配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需求匹配，但反例很多。实际标注的时候，看的是需求匹配，而不看字面匹配。刚才定义了相关性，接下来讲相关性标注中的几个重点问题。相关性的标注只考虑相关性，不考虑内容质量、时效性等因素。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废话，相关性的标注当然只考虑相关性，但如果不强调，很容易出现错误的标注规则。
我真的见过有相关性的标注规则把内容质量和时效性也作为判断相关性的依据，这当然是错的。我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查询词是什么药物可以治愈新冠，文档是一则虚假广告，声称某种草药可以治愈新冠，并用阴阳调和的原理解释该草药可以克制新冠病毒。我们知道这是虚假广告，里面说的都是鬼扯，但这属于内容质量的问题，而不是相关性的问题。这篇文档可以回答查询词提出的问题，跟查询词属于需求匹配，因此 Q 和 D 算相关。判别相关性的时候，只看相关性本身。我们训练相关性模型是让模型学会判断相关性，而不是让模型学会验证事实的真伪。另一个例子，查询词 Q 是上海落户政策， D 是一篇过时的文章，介绍2015年的上海落户政策。虽然文档过时了，但它跟 Q 的需求是匹配的，所以 Q 和 D 算相关。相关性数据训练出的模型只负责判断相关性，至于内容质量和时效性，有别的模型和规则负责判别。标注的时候不要把相关性和内容质量、时效性混为一谈，否则会干扰模型的训练。相关性标注的时候常会碰到多意图的查询词。对于多意图的查询词，文档 D 只需要命中其中一种意图就算相关。什么是多意图呢？如果用户搜黑寡妇，他的需求可能是黑寡妇蜘蛛，可能是漫威电影中的黑寡妇角色，还可能是车臣的黑寡妇组织。用户搜索黑寡妇这个查询词，不论用户真实的意图是什么，黑寡妇蜘蛛、黑寡妇电影角色、黑寡妇组织这些文档全都算相关。如果用户想找的是黑寡妇电影角色，但是搜索引擎展示了一篇黑寡妇蜘蛛的科普文档，也算相关。只不过问题出在了个性化上，搜索引擎没有根据用户画像做好查询词理解和排序。标注的时候，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上位词和下位词。如果搜上位词出的是下位词，就判定为相关。比如搜广东菜，那么潮汕美食的文档算相关。搜红色口红，出玫红色口红的文档也算相关。道理是比较显然的，潮汕美食属于广东菜，玫红色口红属于红色口红。但是反过来，搜下位词出上位词，通常判定为不相关。搜潮汕美食，经典的广东菜的文档通常不相关，除非有较大的比例内容讲潮汕美食。搜玫红色口红，出红色口红的文档也是不相关的，不满足用户的需求。标注相关性的时候，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丢词。丢词的意思是文档不能完全满足查询词的需求，丢失了一部分需求。如果丢失核心词，那一定是不相关。我举2个例子，搜情人节餐厅，文档是情人节礼物，两者不相关。餐厅是查询词的核心词，丢失了餐厅，查询词的需求会发生根本变化。搜黄晓明，文档杨颖拍过的电影，两者不相关。虽然他们是夫妻，两者有较强的语义关联，但核心词黄晓明丢了，文档不满足查询词的需求。核心词丢失，这种情况很好判定，但如果丢的是限定词，判定就有些困难了。每个公司的标注规则可能都不太一样。姑且这么制定标注规则吧，如果丢失重要的限定词，就判定为不相关。当然，重要还是不重要，有一定的主观性。举个例子，搜初2物理考点，出的文档是初3物理考点，查询词中的初2给丢了。初2和物理都是重要限定词，查询词的需求是找初2物理考点，那么初3物理考点的文档无法满足需求，判定为不相关。另一个例子，搜黄石公园春季旅游，出的文档是黄石公园秋季旅游，查询词中的春季丢掉了，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认定秋季旅游不能满足查询词的需求，就判定为不相关。但这个有些争议，有人可能认为秋季旅游的文档也能满足查询词主要需求，因此认为查询词和文档相关。所以我说，丢失的限定词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个不容易界定，标注的时候会有分歧。如果丢失查询词中不重要的限定词，就判定为相关。第一个例子，搜精彩的好莱坞动作片，出的文档是好莱坞动作片 Top 10， 丢失了查询词中的精彩。精彩这个词不那么重要，丢失了影响不大。搜出的文档好莱坞动作片 Top 10显然可以满足查询词的需求，因此判定查询词和文档相关。
第二个例子，搜东南亚10大旅游景点，出的文档是东南亚热门旅游景点，丢失查询词中的限定词10大。这个限定词不重要，文档给出5个热门旅游景点，或是给出30个最美的旅游景点，都可以满足查询词主要需求，因此判定查询词和文档相关。总结一下，如果有丢词，那么判定相关性要具体看文档 D 能否满足查询词 Q 的主要需求，或者回答 Q 提出的问题。如果能，就判定为相关。在前面的例子中，搜精彩的好莱坞动作片，丢失了精彩的其实影响不大。文档好莱坞动作片 Top 10可以满足查询词需求，所以判定为相关。但如果丢的词是好莱坞，文档是精彩的宝莱坞动作片，那就不相关了。好莱坞明显是个重要的限定词，丢掉就会导致查询词的意图无法满足。假如搜出的文档是精彩的好莱坞爱情动作片，还相关吗？当然不相关，就是我前面说的字面上几乎完美匹配，但其实说的是两码事儿。核心词从动作片变成了爱情动作片。总结一下相关性的判定，相关性是指文档 D 能否满足查询词 Q 的需求，或者回答 Q 提出的问题。相关性是需求匹配，而非字面上的匹配。相关性标注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强调了这个规则：相关性的标注只考虑相关性，不要考虑内容质量和时效性。有的查询词有多种意图，尤其是比较短的查询词，比如我举的例子黑寡妇。对于多意图查询词，只要命中一种意图就判定为相关。上下位词的判定比较容易，搜上位词出下位词判定为相关，反过来搜下位词出上位词通常判定为不相关。丢词是标注中最常碰到的情况，也最难处理。如果丢掉的是核心词或者重要限定词，那么查询词的需求无法被满足，就判定为不相关。如果丢掉的是不重要的限定词，查询词的需求可以被满足，就判定为相关。前面的内容都是如何判定查询词和文档是否相关，从而划分成相关和不相关两个大的档位。这节课后面的内容是如何对大的档位做细分，把两个大的档位变成4个小的档位。给定查询词 Q 和文档 D， 根据前面讲的各种规则判定 Q 和 D 是否相关。如果相关，我们再进一步判定相关内容在文档中的篇幅占比是否大于 50%。 如果内容占比大于 50%， 就判定为高相关性；如果小于 50%， 就判定为中相关性。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查询词 Q 和文档 D 相关，那么就细分成高和中两个小档位。细分的规则是看满足需求的内容占比是否超过 50%， 超过就是高档位，不超过就是中档位。来看个例子，搜索泰坦尼克号，文档是演员莱昂纳多关于他的代表作的访谈，其中重点谈了泰坦尼克号电影。查询词泰坦尼克号有很多种意图，文档可以满足其中一种意图，因此判定为相关。具体划分成高档位还是中档位，要看满足需求的内容占比。莱昂纳多的访谈中讲了好几部电影，如果泰坦尼克号的占比大于 50%， 就判定为高档位；如果占比小于 50%， 就判定为中档位。再举个例子，搜索小米手机测评，文档是多种安卓手机的测评，其中包括几款小米手机。文档当然满足查询词的需求，应该判定为相关。文档中有很多种手机的测评，如果小米手机测评占的篇幅大于 50%， 就判定为高档位，否则判定为中档位。前面说了，给定查询词和文档，首先要判断两者是否相关，分成相关和不相关两个大的档位。如果不相关，就进一步判定内容是否有参考价值。有没有参考价值，这个判定稍微有些主观。如果有参考价值，就判定为低档位。也就是说，虽然文档与查询词不相关，但是用户可能愿意看这篇文档，文档多少有些参考价值。如果没有参考价值，就划分为最低的档位。最低档位的文档既不相关，也没有参考价值。概括一下，如果 Q 和 D 不相关，就进一步划分成低和无两个档位。细分的规则是文档是否具有参考价值。举个例子，搜索查询词初二下册物理考点，
文档是中考物理考点，查询词中的初二下册丢了，这是个重要的限定词，丢失了就无法满足查询词的需求，所以判定为不相关。进一步分档的时候，判断文档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查询词的需求是初二下册物理，文档是中考物理，初二物理跟中考物理有些交集，中考物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档位是低。再看一个例子，查询词还是初二下册物理考点，文档是初一数学考点。前面分析过，重要的限定词丢失了，会导致文档无法满足查询词的需求，因此判定为不相关。既然不相关，那细分的时候就要进一步看文档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查询词问的是初二下册物理，文档是初一数学，两者没有交集，所以判定文档没有参考价值，档位是无，也就是最低的档位。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做判定的时候有很大的主观性。你可以说初中数学跟初中物理有些关联，有参考价值。标注的过程中，标注团队会不断反馈这种难以界定的 case， 产品团队和算法团队需要不断补充更细致的规则，并且给出更多的范例。标注刚开始的时候，标注的合格率肯定会比较低，标注的数据不能用。要标注几个星期，把各种 case 都解答好，大家形成共识，标注员也积累了经验，标注合格率才会上去。这节课讲了相关性的定义和分档，最后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相关性的定义是这样的，相关性是指文档 D 能满足查询词 Q 的需求，或者回答 Q 提出的问题。做人工标注的时候，首先判断 Q 和 D 是否相关，划分成两个大档位。我讲了几种判定相关性的规则，实际上的规则非常多，我讲的只是几个最重要的而已。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判断是否相关，只考虑相关性本身，不要去考虑内容质量、时效性、个性化这些其他因素。查询词 Q 可能有多种意图，越短的查询词就越有可能有多意图，只要文档命中查询词的一种意图，就算是相关。还有一条规则，搜上位词出下位词，判定为相关。反过来，搜下位词出上位词，通常判定为不相关。丢词也非常常见，很多时候文档没有覆盖查询词的全部需求。对于丢词，要判定文档能不能满足查询词的需求。如果能满足，说明丢的词不重要， Q 和 D 相关。反之，如果不能满足需求，说明丢的词重要，判定 Q 和 D 不相关。接下来还要将两个大档位细分成4个小档位。如果判定 Q 和 D 相关，那么就要根据相关内容所占篇幅，将相关细分为高和中两个小档位。如果判定 Q 和 D 不相关，就再根据文档是否具有参考价值，细分成低和无两个小档位。那么最终会将相关性细分为高、中、低、无这4个小档位。当然，每个公司的规则都不一样，有的公司将相关细分成3个小档位，不相关还是细分成2个小档位，一共有5个小档位。某度就是分成5个小档位。最后简单讲讲工业界做相关性标注的流程。算法团队负责抽取待标注的样本，首先要从搜索日志中随机抽取 n 条查询词， n 的大小取决于标注人力。抽取的查询词要有高频的，也要有中低频的。假如中低频查询词占比太小，训练出的模型在中低频查询词上的表现会比较差。给定一个查询词 Q， 从搜索结果中抓取 K 篇文档，跟查询词配对，把这些二元组作为待标注的样本。抽取文档的时候，要让4个相关性档位的样本数量尽量平衡，不能直接取搜索引擎排名最高的 K 篇文档，否则大部分的样本都是高相关的，会缺乏低相关的样本，样本有偏不利于训练。抽取好样本之后，就送给标注团队去人工标注相关性档位，由产品团队和算法团队监督标注的过程，解答问题，验收结果。标注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难以界定档位的样本，需要产品和算法团队做判断，补充更多的规则和范例，给标注团队做培训。每条样本至少要有2个人标注，如果标注不一致就会被直接丢掉，或找第3人、第4人、第5人来标注。验收的时候要求一致率大于某个阈值，比如 80%。 一致率的意思是2个人的标注结果有多大比例是相同的。如果一致率达不到阈值，就认为这批数据的标注质量太差，不能用来训练模型，需要重新标注。
如果一致率合格，就再由产品团队抽查标注的结果。可以认为产品团队的判断是正确的，把产品团队自己的标注作为 ground truth， 判断标注团队的准确性。要求准确性高于某个阈值才行，否则要重新标注。只靠抽查可能还是不够，毕竟抽查的数量比较小。一个实用的经验是在数据里面埋雷，往10000条待标注的样本里面掺杂200条标注过的样本，这些样本是由产品团队自己标注的。标注团队标注完这10000条样本之后，算法团队算一下那200条样本的标注准确率，这样就知道标注有没有糊弄。这些真实可信的样本可以反复用，让质检变得更容易。这节课内容是相关性的定义和分档，都是些概念性的东西，比较无聊，但是对工业界的实践非常重要。这节课内容主要是国内大厂比较成熟的经验，适用于通用搜索引擎。每家公司相关性的分档规则都有所区别，但主要想法跟我这节课讲的不会差太多。这节课就到这里，后面几节课都是算法和模型方面的内容。